如果用味道描述一座城，雅安，春季雨后，空气里有漂浮的茶香；夏日里，竹林有破土而出的鲜笋；秋日，山谷中饱胀着粒粒花椒。而在冬季，万家灯火不眠不休，都在干着同一件事。在这方地貌、气候多元的土地上，味道的秘密和窖藏息息相关。11月下旬，雅安的平均气温降至10°C以下。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要在这里短暂停留，这是进入冬季的信号。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，黄木镇的上空都被云雾笼罩，冷暖气流频繁交锋，让气候清爽宜人，湿度也相对较高。为避免腊肉表层回潮，烟熏是最好的方式。每年冬季，周茂要负责几万斤腊肉的熏制。像我们这儿挂满屋子的腊肉，我生下来的时候就脑海里头一直是这样的印象。冬季是周茂家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。近1个月的时间中，他每天都要从邻居家购买1头猪制作腊肉。才上鸟菜，有啥来吃？上去上哪儿了？上去。在黄木镇，杀猪、熏制腊肉都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。但因为即将临近春节，周茂家要将绝大部分五花肉制作成另外一种可以贮藏的美味。基本上我们过年杀猪就基本上就做坛子肉和腊肉来库存，就吃1年。在汉源，腊肉可以随处买到。但坛子肉却是名副其实的妈妈菜，技艺和秘诀都掌握在主妇手中。新鲜五花肉含水量接近70%，要想长期贮藏，需要将水分降低10%。盐可以让细胞吸出水分，加速猪肉脱水。24小时之后，猪肉中的水分降至60%。温水漂细，去除残留在表面的盐分，这关乎坛子肉的鲜嫩和口味。接下来是坛子肉制作成功的关键，用边角料猪肥膘炼制猪油。腌制的五花肉下油锅，高温杀菌。这肉要皮朝上，心朝下放下去，以免它那种抓成橡皮。火候和嫩度的精准掌控，是周妈妈几10年的经验积累。大火快速炸出薄薄的脆皮，外壳如同一道保护层，锁住内部水分。在这个过程，不断翻动肉块，保持受热均匀，防止粘连。待皮中纤维定型后，调至慢火炸制，这样既能将大块的猪肉熟制，又保证了外形的完整。用筷子插进肉块，可以轻松贯穿时，是坛子肉出锅的标志。我们看它主要目的就是说，看看它肉，只要筷子能从皮子插过来，
就它就证明它的熟度熟了。如果没有熟的话，可能坛子头它容易臭。汉源花椒打底，防止生虫。肉块出锅，进入猪油，在低温环境下，只需几个小时，猪油就得以凝固。它能隔绝水分和空气，让猪肉置于无菌环境，甚至保存1年以上。在保鲜技术和物流发达的今天，汉源人依旧相信，贮藏才是指引年猪通向完美滋味的终点。封存1个多月，猪肉被油脂缓慢浸润，变得温软敦厚。这就是汉源当之无愧的明星美食。坛子肉几乎保留了新鲜猪肉的色泽、质地，饱和脂肪酸带来肥美和浓香，又显示出它与新鲜猪肉不同的沉稳。坛子肉的特点就是肉皮子要软，心子要糯，吃起才好吃。在汉源，坛子肉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日常小食。切片在锅中煸出油脂，加土豆大火旺炒，土豆淀粉的清香和坛子肉的油脂香如胶似漆。临出锅前放蒜苗提味。这就是带有浓郁家常口味的坛子肉炒土豆。切丁与米饭一同煸炒，油脂渗出，唤醒饭粒的饱满度。朴素的外表下，却是碳水与油脂的双重满足。过去。玩啤酒。那块肉还要弄一下。在周茂家，坛子肉和辣味的功夫已在前后做足，到一同隆重地走进年夜饭的餐桌。有的，我不来接。无需高明的手段和复杂的调味，切片简单加热就能软糯丰腴。新年快乐！保存食物并不只有对抗潮湿一条途径。有人选择顺势而为，用更多手段促进美味发生。雅安的街头，无论是街边排档还是街头小店，有一样美食必定会成为焦点。你瞧几然后都是卖臭豆腐啊，都是吃臭豆腐，不臭香，很香。香和臭一旦达到微妙的临界点，就让人无限上瘾。四川盆地空气湿润，贮藏食物源于人们对环境的无奈，却意外地成为了一种让人迷恋的风味，并主动制造掌控它。冬至宣告一年中最冷时节的到来，这是于浩最喜欢的时节。
核心原料是本地黄豆。豆浆中蛋白质含量的多少是决定臭豆腐风味的关键。一锅合格的豆浆与食用石膏对撞下，硫酸钙能促使蛋白分子迅速聚集，形成凝胶。在阳光下呈现出奶油般细嫩顺滑的质感。重压下，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。洁白的豆腐想要变身，还需历经风和阳光的洗礼。于浩家族5代专营臭豆腐坊，每天量产1500方。孩子们嬉闹的后院就是于浩的天然晒场。汉源地貌多山，大象岭将雨水和阳光相隔两边，促使位于岭西的汉源阳光充足。长时间的风吹和晾晒让豆腐表皮水分蒸发，快速氧化，形成一层黄褐色外壳。这是豆腐蛋白质含量高、质地均匀的表现。有一点轻轻泛黄，用手摸表面没得水分，证明说水分就是个比较干了。冬至里环境水汽接近饱和，于浩这间几十年的老房子，就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。我们这个发酵室都是房子修出来成立以后30多年了，40年，这些墙上海塞都是菌丝，都是靠它自然传播发酵的。让豆腐贮藏的秘密来自空气里弥漫的菌种孢子，它们散落、生根、和谐共生，从豆腐中汲取营养。低温让菌丝缓慢生长，代谢产生更多的蛋白酶，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，生成氨基酸和多肽物质、鲜味物质出现。我爸爸做的这个霉豆腐呢，它长得很浓厚，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孢子十分的白，十分的滑。老爸的辛苦挣来全家的生活，常常无暇顾及于晨曦和弟弟的3餐。好在臭豆腐的烹制并不复杂，菜籽油热锅，臭豆腐接触到铁板的那一刻，表面的菌丝绒毛立刻蜷缩，表皮快速失水，形成金黄的酥脆外壳。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，犹如时空逆转，固体逐渐融化，还原为豆花肆意翻滚，呼之欲出。它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豆腐是非常软的，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外面的这层壳金黄酥脆。我辣椒面蘸着很好吃。对，好吃不好吃啊？你棒得很。家里最好的食物，总会装点成长的童年。花开四季，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。虽然受限于地域和气候，普通的食物却能在雅安人手中创造魔法。分解与重构出新的风味，这种风味有的是驾驭和驯化，有的则随坊救援，甚至还有100年久远的制作历史。巴蜀文化之外，金历藏以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雅安，气质独特。商旅的往来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。
很多美食也沿着茶马古道进驻雅安。因记在禹城区经营了近50年的光阴，与其他家常菜餐厅不同，这里主打的酱鸡是传统的腌腊肉制品，承载着很多老一辈雅安人对年货的记忆。我们这个味道，雅安都是吃了几十年的。30夜大家团年的时候，就是买过年货，就要买几回去。不同于腊肉的肥鱼香浓，香肠的油润麻辣，酱鸡口感紧实，轻易爽口，口味和制作都属于特立独行的存在。在中国西南地区，人们往往要依靠湿润的气候来驯服微生物，在转化中获得美味。但酱鸡却截然相反，需要低温和气流才能塑造它特殊的口味。在工艺上因循传统，但牟琼并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。这一次，趁着深冬，牟琼决定回老家打造一款最具四川特色的酱制品。好，这个重量超大，你看这个背上也就一把1.5万，这个重量跟那个鲫鱼差不多。食材肉质不同，酱料的比例、揉搓的时机、储存的条件都有偏差。10几种香料各显神通，需要通过手感判断密度。酱汁中的颗粒体积越小，风味物质更容易渗透进兔肉。因为兔子它的油脂就比鸡要少很多，这些香料的味道不能盖过兔肉的味道。兔肉脂肪较少，质地紧密，所用的酱料稀薄，但需要更复杂的酱制流程。刷料腌制，兔肉褪去原本的粉嫩，浸染出暗红的焦糖色泽。马缸让酱料中的风味物质小分子迅速扩散，渗入兔肉纤维。经过连续3天酱制，兔肉需要挂在通风的室外挂晾3天，再继续刷酱、风干、发酵。年关到了，晾制1个月的酱兔终于大功告成，稳重的暗红色外皮下透出岁月沉淀的辣味。离上桌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。与烟熏的辣味不同，酱兔因为长时间的风干，盐分渗入皮肉内部，需要在水的浸泡中重新唤醒。经历腌制发酵的多重酝酿，任何调味都是画蛇添足。清蒸、风干的兔肉重新变得弹韧，泛出半透明的枣红色。醇厚的酱兔为1年收尾，牟琼踏实而心安。300多年来，由于复杂的制作工艺，酱肉在今天的餐桌上已经很少见到。而在雅安，这份遗存却得以保留。凭借特殊的贮藏方式，100年风味流传至今。
山体构造塑造了雅安城市与山丘交错分布的独特景观。当我们将视线升高，再升高，海拔不同，贮藏的追求也会重新变化。今天是邻居杀猪的日子，永中厨穿戴整齐，前往购置猪肉。宝兴瑶祭藏寨，雅安最靠近青藏高原的地区。嘉金山下保护区内，峡谷纵贯其间，形成陡峭的高山地貌。险峻的山林中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土地，放牧和贮藏是提供食物的主要来源。这个过来看看，有金了桃花的东大包子。藏寨里一半的居民经营民宿，肉食的储备巨大。你给啥子拿背到哟你？喂，我有酒。哦，谢谢。不谢不谢。半个站到了，我在，我都敢站到。永中厨尤为在意后腿，这是制作香猪腿的原料。当地人制作火腿有自己的方式，将猪腿去皮，方便盐分缓慢而持久地深入腿肉内部，也加快干燥时间。打造优质香猪腿，除了严苛的选材，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。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，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，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，为肉类保鲜。将花椒和盐等比例混合揉搓，是当地人传统的制作方式。冬天没得事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火堆整了；夏天啊、春天啊、秋天啊的时候，就有客人来了，他们很喜欢吃我们这儿的香猪腿。2天后，因为盐分的缓慢渗入，猪肉逐渐脱水。这样可以减少细菌滋生，这是香猪腿风味形成和长期贮存的关键。高原气候让藏寨的冬季低温阴湿，可能导致腿肉腐坏。柏树连同枝叶放入火塘，在驱除水汽的同时，促进盐分均匀渗入。我们地道都是用白枝芽球的，比一般的柴火要香味要重点。在长达2个月的冬季时间内，柏枝燃烧产生挥发性精油，与猪腿结合，风味悄无声息地形成。5个月后，香猪腿表面长出粉状青霉菌，但内部依然保持肉质油润。过了一个夏天的话，就要看不要生那种霉，但是里头是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虫就钻不进去了。与腊肉不同，香猪腿需要更久的发酵时间。干燥环境下，猪腿内部释放出风味物质，给肉质带来神奇的变化。香猪腿无需去皮，用温水轻轻刷掉表层的青霉菌，就可以直接食用。切开后的香猪腿形似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，玫瑰红色的瘦肉点缀着大理石般的细密纹理，还有白玉般透亮的脂肪穿梭其中。在当地人的生活中，
香猪腿的配置不拘，可以随意拼搭。手撕出不规则形状，加入四川常用的佐味调料，就是姚记乡经典的家常小菜。姚记湖另一边的柳洛沟，香猪腿的需求量更大。不同于永中厨的私房生产，沈给界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产，全部使用自家饲养的高山藏香猪。运动过又晒过太阳，煮了个香猪腿，瘦肉很劲节，吃起来很舒服啊。2年的藏香猪，肌肉细致，脂肪均匀，是市场上的抢手货。我们做香猪腿不会放很多东西，最主要讲究的是猪的本味。比起寨子里大多数的私房香猪腿，沈给界更希望探索标准化的生产方向。批量化的悬挂位置，肉面的朝向，炕的时间都是香猪腿进化的路标，指引它们通向完美滋味的终点。春节将至，前年腌制的香猪腿要隆重地走上年夜饭的餐桌。在姚记，香猪腿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吹壶火锅，这是藏寨里款待宾客的最佳礼遇。美味的秘密藏在汤中，香猪腿小火熬煮2个小时，最大限度汲取火腿的精华，汤汁浓郁，香猪腿的肉质松弛而不失弹韧，汁香裹挟着丰富的滋味。夏季采摘的山野菜和菌子打底，增添山林的清新。一片豆腐，一片腊肉，一片香猪腿，片片相叠，层层相错。最后加入吹壶火锅的灵魂——腿汤。点上炭火，香味飘出，滋味层层堆叠，浓郁的风味物质缓缓释放，煮得越久，滋味越浓。拉稀的嘞！繁复的制作，酥烂剔透的口感，咸鲜与甘甜，这种交互的影响，不仅存在于锅中相遇的食材，也存在于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。方面纯大白菜，包面当对面，酱鸡酱兔巴适。虽然保鲜手段多元的今天，贮藏不再那么重要，然而历尽时间凝练的美味，却是静默延续的传统习俗，深入雅安人的基因，成为城市风味的指引。当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，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，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大菜小点，如沐春风。也许你记不住它的全部，但一定会记住它的名字——中国雅安。